外面全部都是古派的高手，第一时间便将宋允团团护住。同时许多人拔出兵刃，纷纷指向宫殿内的百里子陵，杀意瞬间充斥这片天地。紧接着虚空之上2道身影飞落而下，乃是云傲与即墨千舟。即墨千舟察觉事情不对，直接落在宫殿门前，将百里子陵护在身后，而云傲则是落在宋允身旁，搀扶住虚弱的宋允，恶狠狠地看向百里子陵，你对雨儿做了什么？你们走后，子陵少爷便问我在魔域塔内获得了力量没有，逼着我交出来，如若不然便杀了我。宋允躺在云傲怀中，脸色愈加惨白，虚弱地讲述着经过。看着虚弱的宋允，陈辉咬牙切齿，恶狠狠地看向百里子陵，杀意毫不掩饰，我什么都没做，他冤枉我。百里子陵连连摆手，脸上的委屈不像装的，证据确凿，你还敢抵赖？百里子陵，你真是疯了！来人，把他给我拿下！陈辉此话一出，竟真的有许多古派之人向宫殿冲击而去。纵使玉帅站在那里，他们也不再犹豫。唰！然而即墨千舟动都未动，一股威压横扫开来，将前冲之人全部震退。天神面前，真神毫无战力可言。而当人们反应过来之时，即墨千舟与百里子陵皆是已消失不见。唯有虚空之上传来了即墨千舟的声音：云傲大人，此事定有误会，待我查明真相，会给您一个答复。云傲大人，你咋不拦他？陈辉以及其他人都看向云傲，很是不解，因为他们知道云傲大人的实力，他若要拦，即墨千舟不会那么顺利逃走。云傲看向宋允，允儿，你放心，这件事不会就此作罢。就算百里子陵身后有人撑腰，就算整个新派为他撑腰，但我们定会为你讨回公道。云傲的这番话便已是答案。这件事他也愤怒，可百里子陵毕竟是百里子陵，百里子陵今日犯下大错，可他身后背景毕竟不简单，这件事还需从长计议，否则不利于狱宗的安定。但陈辉却并不买账，云傲大人，他们新派之人已不顾全大局，直接对雨儿下毒手了，我们为何还要有所顾虑？今日他们敢对雨儿下毒手，明日就会对你那几位大人，他们也都敢。住口！云傲怒斥一声，旋即说道，我说过这件事会有交代，就一定会有交代，但现在不是时候，你想让我狱宗4分5裂吗？感受到了云傲的怒火，陈辉这才沉默。云傲大人，没必要因为我破坏狱宗的和谐，都怪我太虚弱了，如若不然，我也不会被那百里子陵伤到。其实有一件事，我本想待的伤愈在于你们说的。宋允虚弱的伸出手掌，随后一股真神之力释放而出。雨儿妹子，你也踏入真神境了。感受到这股气息，所有人都大为震惊，因为眼下宋允散发的气息分明是一品真神的气息。感受到这个气息，他们也都明白为何百里子陵是真神境，可宋允却能够逃出来了，因为他的实力也不弱呀。我在魔域塔内确实有着极大的收获，那传说是真的。宋允继续说道。此言一出，所有人神色大变，甚至虚弱人不仅杀意减退，反而面露狂喜。本来人们都在猜测这件事，但没想到这个结果竟真的如人们期望那般。宋允得到传说中的力量，未来简直不可估量，若能顺理成章，那他们古派迟早会得到中立派的支持，那个时候古派便将由他们狱宗的主宰。与此同时，即墨千舟看向百里子陵，也是难掩怒火，怎么做得如此过分？我被他摆了一道。百里子陵也是十分委屈，随后将事情的经过讲述了一遍。你所言当真？即墨千舟很是意外，因为此事若是属实，就连他也需要重新看待宋允这个小辈了。这种事情我怎会骗你？自然是真的。你没发现我很虚弱吗？百里子陵不知是内伤太重，还是被气得不轻，说话的时候就有血水咳了出来。咱们就不应该逃走，应该当面说清楚。百里子陵看着咳出的血水，更加委屈。说不清楚了，当宋允冲出来的那一刻，便什么都说不清楚了。你说什么都是狡辩，就算你身体确实虚弱，他们也会认为你是自己所为，因为宋允脖颈上的手印还残留着你的气息，怎么对比你都逃不掉。即墨千舟道，那怎么办？这个亏难道就这么吃了？百里子陵很是不甘，若真的只是吃了一个亏倒也罢了，子陵少爷，现在这件事真的非常麻烦。即墨千舟也是眉头紧锁，他很清楚云傲没有出手是在为大局考虑，若是云傲真的丧失理智，那最终的结果可能就是古派与新派的内战，这件事他与云傲都承担不起。可今日之事，百里子陵的罪名已是坐实，云傲也绝对不会善罢甘休，待得古派那些大人物们出关，必然会找百里子陵的麻烦。恐怕新派之中也有很多人会对百里子陵有意见，毕竟自相残杀本就是大忌，就算百里子陵父亲保得住百里子陵，百里子陵的名声也将会一落千丈，维护他的人将大不如前。宋宇真的是他自己的聪明，还是云傲他们故意的？即墨千舟若有所思，但他觉得若是后者反而好一些，若是前者，那宋允真的是有些可怕。
他此计一出，必然会让古派对他的保护达到极致，日后云奥必会贴身守护，甚至那些大人物出关都会亲自护他。莫说外人，新派的人都很难再接触到他。若是他所言属实，真的得到传说中的力量，那么古派全力栽培的将不是陈辉，而是宋允。如此保护之下，宋允也必将一飞冲天，势不可挡。新派真的很有可能会败给古派。他想过很多次新古之争结束的可能，却从未想过会是因为一个自东域而来毫无背景的小丫头。这该死的宋允，我非要将他碎尸万段不可。百里子陵杀气腾腾，后知后觉，他也终于知道了事情的严重性。即墨千舟看向百里子陵，他心中也是极度恼火。宋允此举确实聪明，但若不是百里子陵愚蠢，便也不会给他这个机会。当然他也有责任，他就不该听信百里子陵的建议。唉，最终只得无奈叹息一声。子陵少爷，发生的事无法改变，但目前我们的处境确实很是被动。就算大人出关，也最多稳住局面，但想扭转局面，便只能靠你了。宋允虽说在魔域塔内获得传说中的力量，可你却也在玉音幻神坛引发了红云漫天的异象。纵使如今看来，宋允天赋的确超然，是巨大威胁，可非要说来，你才是正统，你是有能力超越他的。即墨千舟看百里子陵的眼神寄予厚望。千舟叔叔放心，我绝对会夺回一切。即墨千舟自信满满的说道。他向来是自信之人，尽管知道那异象不是他引起的，可他却也觉得若论天赋，他不会输给宋允，他仍有机会。龙木城、龙墨川、龙墨笑、楚风、花花共5人，如今已进入神体天河的领地，不过还在空间隧道内航行。楚风已是知晓，不仅龙木城即将突破天神境，龙墨川与龙墨笑这2位界灵大师也得到了增强，如今已是9品真龙，而这都源于他们修好了界灵大帝领地之后的奖励。但那奖励不是界灵大帝留下的，而是那位将龙蜥一族抓起来的神秘女子赠予的。只是随手的恩赐便有如此强大的好处，这自然也侧面验证了实力的差距。世人眼中强大的龙蜥一族，在绝顶强者面前也宛如玩物一般。而提起此事，花花也很感兴趣。碍于花花不是外人，龙木城倒也没有隐瞒，将这件事的过程告诉了花花。当今浩瀚修武界居然有这么厉害的人物，这种实力怕是7界圣府也会有些忌惮了吧。远古势力果然是威胁不小。花花叹道，神态都不免流露出担忧之色。毕竟目前的线索来看，那位神秘女子多半是远古种族，而绝非当今时代的人。而如今的情况，远古与当代乃是敌对之势，那女子的强大自然是他们的威胁。哈哈，放心吧。可闻言，龙木城却哈哈大笑起来，旋即说道，若是那位大人想统治浩瀚修武界，7界圣府也绝对无法阻挡。而如今的修武界还能这个局面，便说明那位大人他心不在此。只是对于此话，花花却是并不赞同。按照前辈所说，那位神秘女子确实强到了难以想象的地步，但若说7界圣府挡不住她，我觉得未必吧。据我所知，界天染不也是帮助神体天府府主与苍穹仙宗宗主的实力提升到了天神境吗？他都能帮助外人突破难道本无法突破的境界，自然也会帮助自家人。所以7界圣府如今的天龙界灵师也绝不止他一位。最关键的是，界天染有帮助他人突破瓶颈的能力，他自身的修为便绝不只是1品天龙这么简单。花花此话说完，则是赶忙看向楚风，语气也是柔和了不少。楚风，我不是帮7界圣府说话，而是7界圣府真的不弱，界天染更是深不可测。我懂。楚风淡淡一笑，他并没有轻视过界天染，也没有轻视过7界圣府。唉，我说花仙界灵师，你呀还是见识太少。虽说我也没有与踏入天龙境的界天染交过手，不知道界天染的具体实力，我也不确定将我们抓起来那位大人的具体境界，但当日那位大人带给我们的那种压迫感真的从未有过。我觉得他若愿意，可在顷刻间之间毁灭整个世界。我所说的不是下界，不是凡界，也不是上界，而是整个浩瀚修武界。龙木城说道。怎么可能啊，再强的境界也有限制，真神巅峰有毁灭世界的威能，但也只是较小的凡界或下界，上界都颇为困难，那些较为庞大的上界更是不可能毁灭。就算天神是另外的层次，可最多也就能够毁灭一方上界，毁灭星域都绝不可能，一到天河就更不可能了。而前辈却说，那位能在顷刻之间毁灭整个浩瀚修武界，若真是如此，那他便不是天神，而是真正的神了。花花并不相信龙木城的言论，我不与你争论，你若感受到了那种压迫，你自然就清楚了。谁知道我们所看到的修武界是否也是真正世界的冰山一角呢？不然时代初期那些强者也不会前往太古神域了。龙木城淡淡的笑道，他倒没有因为花花的争辩而生气，只是阐述着自己的观点。花花也不再言语，他也不想争辩，但他绝不相信龙木城的话。至于楚风，则是回想起了
在那密地内所遇到的那名为血落的女子。说起来，那个女子也颇为神秘，她如今已进入太古神域，却留消息于楚风，告诉楚风，如今的浩瀚修武界并非真正的修武界。他说，当今浩瀚修武界最庞大的世界，若与太古神域内庞大的世界相比，也是渺小不堪。具体渺小到程度，将当今修武界最庞大的世界放到太古神域内庞大世界之中，便只如一小块石子那么大而已。这让楚风对太古神域也是非常的期待与向往。对了，有一件事也是时候告诉你们了。其实我们此行要去的地方是个很危险的地方，不过现在你们等于上了贼船，现在后悔来不及了，因为我不会放你们走的。龙木成笑眯眯的看着楚风与花花。